沈小军很意外地问着：真的？明苑花园是高档小区不假，没想到还有人开劳斯莱斯呀，开劳斯莱斯的人怎么不去住别墅？战先生说可能是有孩子在附近上学，才会选择在明苑花园买套房住着，方便孩子上学的。谁知道人家家里有多少栋别墅？沈小军笑笑，也是。走吧，咱们去逛超市。对了，战奶奶不是说要过来吗？又不来了？为什么？屋主不答应呗。好友的屋主不正是战爷？那是战奶奶的亲孙子呢，奶奶想过来过周末，亲孙子居然不允许，这太不孝了。两人上了沈小军的车，离开了游艺咖啡厅。不久后呢，便在一家大商场停了车，逛了一圈商场后，两个人是大包小包出来的。这个时候，海童就挺怀念和战印逛商场，有他在，他买再多东西，他都能帮他提着。沈小军把东西放上车后，喘了几口粗气，说到买东西的时候，才觉得该有个男人陪着。买的时候这样也要那样也要，提出来的时候，妈呀，重死了，后悔自己干嘛挑那么多东西。海童便笑，怪不得她和沈小军能成为好闺蜜，两个人的想法是一样的。这不，她刚刚才怀念和战印一起逛超市的好处呢，好友就说了出来。那你赶紧找个男朋友，以后逛超市就轻松了。沈小军坐在驾驶座上，一边系着安全带，一边说道：你以为想找就能找的了？总要找个适合我的，还要有感觉的，那么容易找的话，姐也不用一直单着。被家里人催婚，催得连家都不想回了。你那是缘分未到，不急，才25岁呢，还年轻着，再玩上几年都没事。以前你还没有闪婚，我妈都没这么着急，你一嫁了，我妈那个急呀，好像我嫁不出去似的，整天催，恨不得一天给我安排800次相亲，第二天就能把我嫁出去一样。沈小军多少能理解母亲的心理，他母亲觉得他的条件比海童更好，但海童已经嫁人了，哪怕是闪婚，战印瞧着不差呀，他却连个男友都没有，相亲又次次没有结果，母亲不就急疯了？好在这几天消停了，要想耳根清净，就要豁得出去。海童嘻嘻的笑，他也常跟沈妈妈打交道，知道沈妈妈其实是看到她嫁人了，才会那样着急好友的婚事。阿姨催事催得急了点，那是当妈的正常现象，我倒是想有个妈妈在催我嫁人，可我现在连我妈的样子都快记不清了。父母那一辈的人鲜少照相，那时候智能手机也没有普及，父母遗留下来的相片仅有几张在姐姐那里收藏着，她每次都要翻看那个相片才能想起父母的样子。沈小军边开车边安慰着好友，你爸妈在天有灵，一定会保估你和海玲姐幸福福的。海童没有说话，他的父母要是真的在天有灵，也不会有前段时间发生的微博热搜事件了，姐妹俩年幼时也不会过得那般艰难，那样可怜。沈小军知道父母这个话题对于好友来说是非常沉重的，他赶紧换了一个话题，好一会儿才把气氛重新搞活起来。去了海玲住的那个小区，海童一下车就看到了一辆眼熟的车子，他脸色一紧，怎么了？我姐那个大姑姐的车子停在这里，准是她又来找我姐的麻烦了。她那个大姑姐绝对是个极品中的极品，就跟我老家那些亲戚有的一拼。沈小军一听，忙道：咱们赶紧上去，要是她欺负海玲姐，咱俩联手把她轰出来。海童早就提着东西走了，沈小军连忙跟上。周家是来人了，来的依旧是周红英母女俩，他们是来说服海玲去周家接回周红林的。周红林回父母那里住着，吃却是去姐姐家里吃的，因为父母就在姐姐家里带孩子做饭。好在父母的房子离姐姐家里很近，同一小区对面楼。周姐姐天天看着父母买很多好吃的给弟弟吃，虽然她一家子也能跟着吃，她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，觉得父母偏心，弟弟一回来就买那么多贵的菜。好在周红英虽极品，还知道有分寸，不会把自己心里的不舒服说出来。享受父母的帮扶太久了，周红英便习惯了独占父母带来的好处。弟弟在家里住了几天，
他最是积极地处理弟弟夫妻俩打架事宜，就是想早点把弟弟赶回他的小家去。海玲呀，夫妻俩过一辈子吵架打架是不可避免的，鲜少有夫妻一辈子都不吵不打的。这闹过矛盾，冷战几天就过去了，日子还得过下去，是不？洪林是个大男人，自尊心强，他其实有悔意的了。那天他先动的手，是他不对，我们也拉了偏架，我们也有不对，你给他个台阶下，去把他接回来，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，一家三口继续过着幸福的日子。海童一开门，便听到了周妈妈劝说姐姐的话。周红英却说道：海玲，你要是一直这样和红林冷战下去，小心有其他女人趁虚而入。我们家红林年轻有为，长相呢也不差，看上去就像个未婚的帅小子。外头很多年轻的小姑娘就喜欢他这种成熟、事业也算得有成的男人。弟弟在公司里是一位经理，月薪好几万呢，还能捞外快，加上捞外快的钱，一个月将近10万元的收入了。在周红英的眼里，算得上是事业有成的男人了。故而他总是瞧不起海玲，觉得海玲配不上他的弟弟了。再加上海玲一直没有答应帮他照顾2个孩子上学的事，周红英对海玲是非常不满的。明年他最大的孩子便上初中了，得赶紧解决这个上学和接送的问题，自然还得哄着海玲答应，否则呢，他也不会肯放低姿态陪着母亲过来给海玲台阶下。海玲在喂着儿子吃粥，婆婆和大姑姐的话，她就像没有听见似的。洋洋，周妈妈见儿媳妇不说话，便去逗着孙子。洋洋，你想爸爸吗？周洋没有说想，也没有说不想，只是说到爸爸上班班，他是妈妈和小姨带着的爸爸这种生物，也就是周末能见上一见。平时他醒来，爸爸早就上班去了，晚上他睡着时，爸爸还没有回来。周洋对爸爸的感情是真的不深，爸爸就算在家里也不怎么陪他玩的，都是在玩手机。海玲，你看洋洋几天没有看到爸爸，都感情淡漠了，这样对孩子的成长可不好。男孩子的成长是不能缺失父爱的，很多事情得让爸爸来教他怎么做的。周母原本以为孙子会说想爸爸，他就能拿着孩子来说事，让儿媳妇为了孩子低头，没想到小孙子却不说想爸爸。好在他头脑灵活吧，倒也能接着孙子的话说下去。海玲看了婆婆2眼，语气淡冷。就算周红林在家里，你们见过他带孩子吗？孩子是我们2个人的，但一直都是我一个人在照顾，他不照顾就算了，连陪孩子玩耍都没有。周末闲在家里，就是捧着手机在跟人聊天，要不就是在刷视频，笑成个傻子都不想和儿子玩一下。他这样的爸爸，洋洋能跟他感情深厚吗？感情是靠培养的，哪怕是亲生父子，没有好好的相处，培养过感情也好不了。周母张张嘴，竟然无话可说。还是周红英接过话来，她说道：红林平时不是工作忙吗？他周末休息在家，也是想放松放松的。你不上班，天天在家里带孩子，别说家务活一大堆。以前你妹妹还住在这里，很多家务活都是你妹妹帮忙做的，你也没有做多少，你做的最多的就是吃了，看把你自己吃成了个什么样子吧。别说他弟弟嫌弃海玲肥胖变丑了，连周红英都嫌弃海玲怎么允许自己吃成这么胖的。喂完了洋洋，你就跟我们走一趟，去把红林接回来，红林的伤也好了，周一便可以上班，以后夫妻俩好好过日子，别再吵吵闹闹的，那样对洋洋的成长也不好。周红英说完呢，还嘀咕一句，你再这样下去，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。他弟弟现在已经有了新欢，在周红林请假在家养伤的这几天，那个新欢叫叶佳妮的，每天一下班就过来照顾周红林，2个人好得像连体婴儿一样了。周红英对海玲意见多多，巴不得弟弟抛弃了海玲，只是弟弟夫妻俩一离婚，周洋他们周家肯定要的，这是周家唯一的孙子呢。但周洋才2岁多一点，正是调皮的时候，就需要花费很多精力去照顾他。父母要是照顾了周洋，就不能帮他照顾他的老三了。周红英会说句似是而非的提醒的话，都是为了他自己考虑的，
压根儿不是为了海玲好。这是周红林的家，他是断了腿还是不认识路了？自己不会回来，非要我姐去接他，谁给他的脸了？海彤听不下去了，出声说道。他带着沈小军进来，两个人都是大包小包的。周家母女俩看到海彤，脸色都变得不好看。他们去海彤的店里找过海彤告状，但被海彤对得灰溜溜的离开了书店。小姨，周阳一看到小姨站起来就小跑过来，小脸上满是笑容。他还不懂事，不知道奶奶和姑姑跟妈妈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，并不会影响到他的心情。海彤把东西放在茶几上，这才抱起了周阳，温柔地问着：阳阳在吃粥呀？周阳点点头，我在吃粥。那吃饱了吗？周阳摸了摸自己的小肚子，想了想，摇摇头，他觉得他还没有吃饭，小肚子还有点饿的呢。海彤笑，在沙发前坐下来，从姐姐手里接过那半碗粥，小姨喂阳阳好不好？好。沈小军叫了海玲一声姐，也把东西放在茶几上，对于周家母女。沈小军只是点了点头，算是打招呼了。海玲在妹妹帮她喂儿子后，她扭身对婆婆和大姑姐说道：我是不会去接红玲回来的，她要回来就回来，不想回来就只能拜托妈和姐继续照顾她了。她连她的伙食费用都让她退回去了，夫妻成了这般的客气关系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海玲知道自己也有错，她实在太信任周红林。周红英还想说什么，被周妈妈拉住了。周妈妈挤出点笑容来说道：行，我回去叫红林自己回来。海玲，红林回来了，你们夫妻俩别再吵架，更不要打架了哈。红林在外面有体面的工作，他是要面子的，你把他打成那样，他见不得人，不能上班，工资就少了，吃亏的还是你们这个小家。海玲冷笑，他以前1个月只给我3000元的生活费，多1分都不愿意再给，现在 AA 制了，他只给我1500，1500不过是养着杨洋而已，他工资多与少啊，与我真没什么关系了。他又不是没有工作过吧？婚前他和周红林是同一间公司的，周红林现在做的位置，1个月的收入就有好几万元了，还会有点外快，收入就更高了，至少得有7、8万元1个月。房贷车贷是要还，不过每个月加一起也才5、6千块钱，加上他以前给的那个家用3000元，都不足1万元。好几万的收入花在这个小家里不足1万元，余下还有好几万元，他是见都见不到的。谁知道他是花到其他地方去，还是自己存了起来？还每个月给他父母一笔生活费，给他父母的生活费肯定比给他的生活费要高。所以说周红林的收入多少与他这个当妻子的真没有关系。海玲也不知道自己这3年的婚姻是怎么过成这般的，她居然就这样忍了下来，是爱他吗？或许是吧，是最近心凉了，海玲才惊觉自己过得有多惨，这根本不是她以前想要的婚姻生活。如果不是妹妹这几年每个月都给她5000元，她会过得更惨。妹妹就比她有先见之明了，知道让她把5000元存一半，否则海玲有点悔，悔自己婚后无能，把婚姻生活过成了这般。被海玲这样一对，周妈妈张嘴想说什么，却说不出话来。毕竟儿子与儿媳妇的 AA 制是她建议的，她也知道，就算没有 AA 制，儿子的钱也没有交给儿媳妇管。妈，我们走吧。周红英不满海玲的态度，不让母亲再说下去，拉着母亲走了。就是临走前瞟了2眼海彤和沈小军送来的东西。等下楼后，周红英对母亲说道：妈，你说海彤那个闪婚老公在大集团上班，工资是不是很高？海彤自从嫁给他后，每次过来都大包小包的，刚才我瞟了2眼，他买来的那些水果都是很贵的那种呢，什么榴莲呀、车厘子呀，这些都是贵的，一个榴莲得要200多块钱呢，车厘子那要几十块钱1斤的。周妈妈说道：你想想你弟的收入，海彤的丈夫还是在战氏集团上班，你弟说了，战氏集团是管城的第1大集团，能进去的人都是精英中的精英。你弟还说，以他的能力都未必能进战氏集团上班呢，可见海彤的丈夫是个有本事的。
收入只会比你弟弟多不会少的。他向来对他姐极好，现在红林不给钱海玲花了，他不就得帮衬着他姐姐了？如今他和那位战先生才新婚，新婚燕尔的，对方自然肯为他花钱。但他要是老帮衬着他姐，钱都花到他姐身上，那个姓战的肯定有意见的。谁乐意看到老婆总帮着娘家人的？周妈妈恶毒地道：“等着看吧，海彤很快就会被她老公抛弃的。这样的败家娘们，谁家都不乐意要。”回去后呢，跟红林说千万别再给钱海玲，就让海玲向她妹妹要钱，让海彤失去她丈夫的欢心。看她还嚣张不？就她那店还是与人合伙的，能赚多少钱？海玲现在这般硬气，不就是想到有海彤给她撑腰吗？等她连累了自己妹妹后，有她哭的时候。周红英极恨地说道：“那天去了书店找海彤，我就想过要不要去战氏集团找一下战先生，跟他说说海彤的事，让他小心点，别被海彤骗光了所有钱。战印的房子还是全款买下来的，在明苑花园，那处小区比他弟弟这里要高级很多。妈当时也是这样想的，考虑到你弟还不打算和海玲离婚，我才忍着没有去找战先生投诉海彤。我看红林对海玲是真的没有感情了，你看他对那个叶小姐好得不得了。叶小姐，我瞧着也很好呀，又是和红林一起做事的。妈，要不就让红林不要海玲了，娶那个叶小姐吧。至于周阳，就让叶小姐照顾，她明知道红林有个孩子的，还愿意跟着红林，就有当后妈的心理准备。母女俩上了车，周红英开车，周妈妈叹了口气说道：“让红林自己考虑吧，我是不满海玲打了红林，但过日子还是海玲会过日子的，况且海玲没有娘家可依靠，她老家那一般极品是不可能帮着她的。叶小姐家里的情况我了解过了，她上面有2个哥哥呢，虽说家里条件不如我们家，但娘家给力的，娶进门来，万一我和她合不来，我和你爸的老年生活怎么办？周母就是喜欢端着婆婆的架子教训儿媳妇。叶佳妮有2个哥哥，她要是像对海玲那样对叶佳妮，必定会吵架的。再说了，万一夫妻俩闹矛盾了呢？叶佳妮叫来2个娘家哥哥，能把她的红林打死，除非娶叶佳妮进门当成祖宗供着。我还担心一点，红林现在都对叶佳妮千依百顺的，那个丫头也鬼精，始终没有和红林发生关系，越是得不到的越想得到，她把红林的胃口吊得高高的。2个人要是结了婚，红林的工资卡上交的话，我们的日子都会不好过。周红英一想到弟弟每个月给父母一笔生活费，父母都是用来照顾他的家庭了，她得意不少，可不能被新弟媳夺走这种好事儿，只得说道：“算了，那是红林和海玲的事，就由着他们夫妻折腾去吧。只要红林能一直瞒着海玲，不被海玲发现，我也懒得管他的破事儿了。男人就是没有一个靠得住的，有点本事了，外面就彩旗飘起来。”周母却是觉得儿子有本事都当爸了，还能泡到年轻漂亮的女孩子，反正他的是儿子吧，怎么样都不会吃亏的。海玲知道婆婆和大姑姐会说她的坏话，却想不到母女俩是帮着红林瞒着她出轨的事。送走讨人厌的母女俩后，她就说着妹妹和小军：“彤彤、小军，你们怎么又买这么多东西过来？”海玲姐：“就是一些水果，一点零食，又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。”沈小军笑道：“我想着舅姐和洋洋在家里，买多少给你们都是你们吃的，不会再长脚走了，就多买了点呗。姐吃不完的放进冰箱里慢慢吃。”她留意到周红英临走前还瞟了2眼这些东西呢。上次海彤夫妻俩送来给姐姐的东西，就被周红林送给父母和姐姐了，可把海玲气得半死。海彤喂完了外甥，便拿了新的玩具给外甥，让外甥在一旁自己玩。他对姐姐说道：“姐，周红英说的话你留意一下。”“什么话？”大姑姐说的话太多，海玲都懒得搭理，并没有记住大姑姐说的那些话。她说姐还是在和姐夫冷战下去，小心别的女人趁虚而入。她这话里有话，说不定我姐夫在外面真有人了呢。姐，你留意一下，他要是真的出轨了，你收集好证据，再向他提出离婚，婚后财产
该争的都要争一争，不能便宜了他们。海玲有点意外，却又不觉得意外。周鸿林很注意保养，并没有发福，每天西装革履的，散发着成熟男人的魅力。他又事业有成，就算只开着10几万元一辆的车，那车是他还没有升经理时买的，也还要还车贷，但在别人眼里，他就是个成功的男人。只要他想，还真能轻轻松松追到年轻漂亮的女孩子给他当情妇。他的事，我现在先不管，找到工作再说吧。海玲觉得最要紧的是先有工作，有收入来源。她有预感，她和周鸿林的婚姻快走到尽头了。海彤嗯了一声，我就是提醒姐一声，找工作的事，姐也别太着急。沈小军也说道，慢慢找吧，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，确实找不到，可以去我和海彤的店里帮忙，我给你算工资，或者海玲姐要不要自己开店？海玲看着儿子玩耍，话里有着无奈，我没有那么多本钱，也不知道该开什么店，现在实体店的生意都很难做的。妹妹的书店是刚好开在管城中学门口，生意才好一点的，要是换一个地方，未必能干得下去。管城中学门口的那些小店铺，铺租也很贵的，还不是谁都能租得到呢，得有点人脉才行。然后海彤那间店铺是沈小军家里人出面帮忙才租到的。姐，要不我教你编织那些工艺品，你在网上开间网店，这样你既能在家里赚钱，又能照顾到杨洋。我网店的生意现在很好，很多产品是预定的，都很多订单，我每天都要忙个不停。这个月他网店赚到的钱比书店里分到的要多，书店这个月还给学生们订了好几批的学习资料呢。饶是这样，利润都不如他的网店。海彤觉得他是财运来了，网店也开了几年，生意一直平平的，就是这个月才开始火爆，而且都是好评。我也打算扩大网店的经营，不仅限于工艺品了，还打算学着做些头饰，我很喜欢那些古风头饰。沈小军附和着好友的话，觉得好友这个法子行得通。海玲苦笑的道，彤彤姐没有你那么好的想象力啊，看到你编织工艺品的那些原材料，我都觉得头大了。这个也不是谁想学就能学的啊，总要有兴趣，也要有想象力，否则老是没有新品出来，生意一样不会好。海彤的想象力丰富，她又是开了好几年的网店，那些工艺品的样式，她早已烂熟于心。要是上新品，她得花上很长一段时间来设计新品的图纸，然后再编织，会浪费几个残次品才能成功。海彤是干这一行的，她明白姐姐说的也是事实啊，只得叹口气地道，那姐先慢慢找工作，总能找到的，大公司进不去就换些小公司，小公司钱少一点，相对大公司可能更自由一点吧。她是没有进过公司的，毕业后就和好友合伙开了这家书店，网店则是在她20岁时开的，至今已有5年。习惯了自由，海彤是不愿意进公司被管制的。彤彤、战印今天还要上班？海玲问起了妹夫。不用，他每个周末都双休的，我早上出门时。他还没有起来，现在应该是和他的朋友们聚会了吧。海彤拿出手机发信息给丈夫，问战印，战先生，你现在哪里？在做什么？想了想，又赶紧补上一条信息，解释，我并不是要查岗，我姐刚好问起你，我才会问问你。2条信息发过去了很长时间，战印都没有回复他。战印依旧在友谊咖啡厅坐着，他要了一杯苦咖啡，慢慢的喝着，喝了几个小时都还没有喝完。忽然收到海彤发来的2条信息，他看了，但没有回复，不想搭理他。反正他都找好了下家啊，他和他呢，协议期限一到，马上就离婚，他保证不带半点犹豫的哈。战印，谁给你发信息了？是咱们的总裁夫人吗？苏南打趣地问道。战印脸色沉冷，冷冷的道，我和他不过是搭伙过日子，我也是帮我奶奶报恩，不瞒你们俩，我和他签了协议的，半年后就以性格不合离婚。现在已经过去了1个月，还有5个月的时间，夫妻俩便可以恢复单身，各自婚嫁，互不相干。苏南和陆东明面面相觑，
陆东明说道：“你们战家男儿不是不可以离婚吗？我是例外。”战印低冷地道：“我和海童的婚姻，你们也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就算我要离婚，我奶奶也不能说我什么，其他人更不会说我，知道我委屈。对，他就是委屈了，帮奶奶报恩，娶了个他半点都不了解的海童为妻。婚后，他对他也算大方包容，可他呢，说什么去姐姐家里，结果是和张念生一起吃饭。”吃着醋还不肯承认的战大少爷自动忽略了沈小军的存在，也忽略了沈小军和张念生是姑表姐弟，关系好得很。以后别叫他总裁夫人，他还不配。战印声音低沉冰冷，俊颜上也是一片冷漠。苏南说他前2天还穿着你老婆送给你的衣服回公司秀了一整天呢，今天就变脸了，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？战印瞪着苏南，你不说话，没人当你是哑巴。被苏南那样说他有点恼羞成怒的。从他开始穿西装，第一次穿那么便宜的，因为那是他买的嘛。他想着他们还要合伙过一段时间的日子，便给他3分面子，穿了他送给他的衣服。结果呢，一整天他都没有发现。他严重怀疑他都不记得他送给他的衣服是什么样子的。我没空和他吵架，走吧，我们去我家酒店喝2杯，我请客了。战印本来就心情不爽，被好友这样一说，他就更不爽了，起身就往外走，准备去自家酒店喝2杯。行，我们俩今天舍命陪君子，你想喝到什么时候，我们俩都奉陪。苏南和陆东明都站了起来，跟着战印一起离开友谊咖啡厅。战印在咖啡厅的一举一动，都会有人悄悄地告诉老太太。老太太收到小道消息后，问了咖啡厅的经理，可曾在咖啡厅里看到过大少奶奶？经理，大少爷不是未婚吗？老太太笑道：瞧我年纪大了，记性不行，想有孙媳妇想疯了，以为阿印结婚了。你把店里今天的监控视频都发给我看看。经理也知道老板盼着孙子们结婚，还真有点魔怔了。对于老太太扯的谎话，他没有半点怀疑，恭敬地道：好，没事了，你们忙吧。阿印这个人就是这样，总是冷冰冰的，像座冰山。哎，这样的性子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娶到老婆，可愁死我了。经理不好接话，海童收不到战印的回复，便对姐姐说道：战印可能和朋友们玩得正嗨，我给他发信息，他没有回复我。明天你不用来姐这里，抽点时间陪陪战印。海玲自己的婚姻不好了，她希望妹妹的婚姻能比自己的好，更长久一点。她还是很认可战印这个妹夫的，对妹妹是真心好，比周红林大方。她和周红林从相识相知相恋到结婚，她现在有点小钱了，都还舍不得送她一辆代步车呢。电瓶车还是妹妹买给她的。姐，我知道了。对了，老家那些人还来找你麻烦吗？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。奶奶应该做了手术吧？海玲问起了老家那些人，就是上次找过来想和解，之后便没有再来，大概是不好意思吧。再者那热搜早就淹没在新的热搜里，一点踪影都看不到了，对他们的影响也有限度了，自然不会再找过来。海童不知道的是，战印帮他解决了麻烦，还以为是老家人不好意思再来呢。海玲放下心来。傍晚用过了晚饭后，海玲就把妹妹赶回家去。沈小军还不想回去面对亲妈的那张晚娘脸，便又跟着海童去了明苑花园，参观了海童现在的小家。海童，你和战先生的家真心宽敞，明亮，采光极好，我最喜欢你们家这个阳台了。闲时坐在秋千椅上看看书，赏赏花，感觉舒心惬意。你要是再在秋千椅前布置一张小茶几，可以喝喝茶，更舒服。海童笑道：你的提议不错，我明天就去买一张小一点的茶几回来摆放在这里。这些花有一小部分是我买回来的，其余的都是战印买的。也不知道他去哪个花店挑的花，养得特别好，开的花都是又大又好看。战印办事，海童还是很满意的。战先生买回来的花是真的养得极好，你帮我问问他是在哪里买的。我也去那家花店买上10几盆回去，把我家2楼的阳台摆放。
海童满口答应下来。两个女孩子又聊了很长时间，直到晚上9点多，沈小军才离开。他走后，海童便在那个沙发上坐下来看看电视。住进来这么长时间，他鲜少开电视来看。由于平时不追剧，开着电视也不知道看什么节目，干脆便关上，用手机刷刷新闻、热搜、视频什么的，时间过去的也很快。一看时间，已经是深夜11点了。海童便回房里洗澡。等他从浴室里出来，便听到了敲门声。战印是没有带钥匙，还是又喝醉了酒？海童一边应着，一边去开门。站在门口的是阿七，他又扶着战印，战印脸色潮红，浑身酒气，一看就知道是喝了很多的酒。那个，我是代驾的，你家先生又喝了酒，我送他回来。海童笑笑，又是你啊，谢谢你送我先生回来。他伸手要扶战印，战印却一巴掌拍开了他的手，也推开了阿七，冷着一张脸从海童的身边走过。海童好脾气的没有发作，再次向阿七道谢，这才关上门，并把门反锁。转身看到战印在沙发上坐着，周身散发出来的气息都是冷冰冰的，似乎带着点怒气。谁惹怒了他？海童默了默后，才走过去问他怎么又喝酒了，喝了多少？要你管！战印冷冷地挤出3个字来。海童被他噎得心口发痛，以为他想管他，不过是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，他才会关心地问一句。海童转身就走，战印见他还真的没有再问下去，也不打算管他了，就这样走开。他心情更加的恶劣，以后不准穿着睡衣去开门。海童朝厨房走去，我穿着内衣的，现在他都是要睡觉的时候才会脱掉，免得又遇着刚才的情况，要去给他开门。我怎么穿衣服，貌似战先生也管不着吧？我记得战先生写的协议里，咱们俩在生活上是互不相干的哈。战印黑着脸不吭声，当初写的那份协议可以说完全是为他考虑的，条条框框都是要求他，约束着他，怎么现在给他的感觉是他被约束了？海童进了厨房，给他倒了一杯温开水，等水温凉的差不多了，才往水里面加了些蜂蜜，然后用勺子搅拌好后，才端着那杯蜂蜜水出去。战印背靠着沙发，并没有睡着，看到海童出来，他依旧是眼神冷漠地看着海童。海童端着那杯蜂蜜水过来，放在他的面前，喝多了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，把这杯蜂蜜水喝了，回房洗洗睡吧。说完，他转身又走，一只大手伸来攫住了他的手腕，他被那只大手用力地扯回去，猝不及防地跌入战印的怀里。战印虽说喝了不少的酒，动作却很迅速，不给海童回过神的机会，就把他反转摁压在沙发上了。海童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，回过神时，已经被战印摁倒，压躺在沙发上。战印，你发什么酒疯？他不是一向害怕他占他便宜的吗？现在他压在他身上，两具身躯如同叠罗汉一样叠在一起，是谁在占谁的便宜？你今天真去你姐姐家里了？战印因为看到海童和张念生在吃饭，他还给张念生夹菜，一个下午以及一个晚上的心情都不好。他跟他说过无数次，在婚姻期间，就算他想找好下家，也不能在这段时间给他戴绿帽子，他就是左边耳进右边耳出的。他有多喜欢张念生呀？那不过是小白脸，张念生比他还小3岁呢。他这是要老牛吃嫩草，间接的嫌弃他老了，是去我姐姐家里了呀。战印使劲地瞪着他，神色更加的冰冷。海童，我再给你一次坦白的机会。我坦白什么？我又没有做错事。战印，你今晚发什么神经啊？有话你就不能直白的说，拐弯抹角的，谁知道你想说什么？海童推着战印起开，平时我摸一下你的脸，你都一副我是个女色狼的样子，现在这算什么？谁占谁的便宜？